瞧什么呢？你看那朵云，哟，今儿闲情雅致啊，像不像是一堆银子？果然还是你的风格。哎，你说我要是把这一堆银子给拿回家，那我夫人跟小女得多高兴！咱是要回府是吧？王青莲，你听说过庄墨涵吗？我知道啊，今天进的城，这全城读书的种子啊，都去参拜了。威望这么大，读书人都知道啊，庄墨涵文坛巨匠，行走于这人世间的活圣人，天下读书人的老师啊，你不知道？你不也是读书人吗？我不算。哎呦，您可自谦了，您写出了传颂天下的诗句，您不算读书人呐。走吧。哎，怎么了？影子大人，陈萍萍找我有事儿。有人要杀陈院长，天底下要杀陈萍萍的多了，不出半个时辰就要动手。他现在人在哪？监察院里。那就没事儿，没有重兵，谁能冲进监察院杀人？现在院长身边已经没人了。没人是什么意思？庄墨涵进京了。这跟庄墨涵又有什么关系啊？庄墨涵进京，才是改变的前提。院里都知道，要再挑战我，只有刺杀庄墨涵。可是，院长已经派医处保护庄墨涵了。是，一处的诸葛已经倾巢而出，3处的废界不在京都，其他各处的强势战力也被我分别调离。今日监察院内在职的，都是我们的人。那也不足以强杀庄墨涵呐。庄墨涵是幌子，我们要杀的是陈萍萍。你来了。无路可走了，下地牢。你们都清楚，院里真正阻挠我等再起战火的，始终是陈萍萍。他若一死，监察院就会掌控在我等中党手里。到时候激励陛下攻灭北齐，岂不是易如反掌？他也是人，我费尽心机造成今日局面，今天不杀，再没机会。杀了陈萍萍，监察院大权就在你我手中了。事已至此，再没退路了，动手吧。范公子，丽丽姑娘一会儿聊，正被追杀呢。追杀？按一下那个。这里面就是地牢的最深处了，里面关的都是祸害天下的魔头。先进去再说。这里边就安全了？也不算太安全，有很多人知道这条路。平时他们要给犯人送水送饭，有时候还要把尸体拉出去。那咱们躲进来有什么用啊？甬道狭窄，可以抵抗。那不早晚还是一死？哎呀，死路！这下糟了，我不能死啊！我未曾与夫人讲过，我私自就死了，那她一定会生气呀。
这般境地，你怕的是婆娘生气？此生事小，夫人是否同意事大，你不懂。司礼礼在外边会怎样？他们要杀我，自然不会留活口的。牢房钥匙扣。都自身难保了，还管别人？钥匙。等我一下。这孩子不错呀。什么事？啊，什么事？监察院内乱。你为什么要救我？快走，他们随时可能冲下来。你把我带来有什么用？还不是一样要死？我答应过保你性命，就是死你也得死我后头。里边去。大人，这是什么？我说过，这里面关的人，祸乱天下的魔头。对，有一个还活着。这么多链子，就为一个人？就为一个人啊！看一眼就能活命吗？我这边。快找找陈明明在哪儿？没找到，没有，没找到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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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在哪儿啊？还是没找到？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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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等。人都要死了，还不能满足一下好奇心啊？这人很危险，很危险啊！他叫小恩，我的腿因他而废。陈明明他就在里边，他无处可逃了。暗道的门让他们给打开了。司礼礼，做什么？北齐战败了。说这些有什么用？我紧张，总得说点什么。其实还有一个办法能活命，他们要杀的只是陈萍萍。你觉得他们还能放过我们？我们可以先杀了他，用他的人头换你我性命，这是唯一的生路。王启年，大人，玩命吧！好，你干什么？等着。是影子，就他一个，杀他！杀就一个人！这外边都是高手，他一个人能撑多久？
厮杀声好像越来越远了。杀出去了，莫非是对手实力孱弱？都是7品以上的高手。真不是我的主意。你说什么？影子要试探你，不是我的主意。什么意思啊？试探我？那外边那些人都是假的？他们真想杀我。那是有其他高手暗中埋伏？没有任何援兵。那你这话怎么说？影子一人可敌1000骑。我不知道，我就从来没见过影子带人出手。哦，司礼里，刚才影子离开，他们2个暂时不在我身边，我还以为你要挟持我。这可是你逃出升天的最后机会。我知道。怎么犹豫了？我不敢。在北齐，陈萍萍的名字与鬼神无异。推我出去吧。陈萍萍，好好活着，等我出来。他就怕我死在别人手里，他出不去。走。所以你知道这些人要杀你？知道。你也不阻止。监察院独立于6部之外，位高权重。我虽是院长，但是也防不了全天下呀。总有一些机构想尽办法派人混进来，而且他们个个都会隐藏。这样给他们机会，让他们都跳出来，一次暴露清楚。王青天。拿自己当诱饵，哼，都是聪明人，他们见不到我，怎会上当啊？走到现在，一个活口也没见着。自投罗网，便是如此。我觉得在里面更安全。外边没声音了，应该没事了。你会不会觉得我行事太狠？他们要杀人，自然也会被人杀。负重前行，确实身不由己啊。王启年，开门。哎，看这玉是不错哎。
院长，属下一回院里，就看到影子在残杀同僚。我安排的。哦，你应该在监视北齐的庄墨涵，怎么回院里来了？事有蹊跷，庄墨涵不见了。庄墨涵进入京都以后，一直在鸿胪寺给他安排的住所，从不见人。属下觉得奇怪，就让手下扮成侍者进屋打扫。庄先生，能为您打扫房间吗？庄先生，结果发现庄墨涵不在屋内。之前有谁见过他？太学、吏部、礼部、御史台，都有人拜访过他。看来都很仰慕庄墨涵，想当面请教。那他们为什么要偷偷把人接走呢？就是想请您下令彻查京都。这事儿就这么办了。正好你回来了，把在京的各主办都招回来吧。我有话说。是。院长，范大人，我先回趟家去，跟我夫人报个平安。那要没什么事儿，我也走了。那你等等，见见他们。都在。我给你介绍一下：1处主办诸葛，4处主办颜若海，你都见过了。2处主办在边界有失未归，5处主办黑旗，不在京都，6处主办影子，7处主办在江南办事没有回来，8处主办宣九，他负责书籍刊印。你不是开了个书局吗？归他管。宣大人好。剩下的就是费杰的3处了。费杰不在，暂替他管理事务的，就是躺着的这个。他是死了吗？他是范闲，院里提司。各位大人好。小师弟来了，我姓冷，费老的门下，咱们算是同门啊。冷师兄，这是？我研制了一种新毒药，自己吃了几副，哎呦，药不错，没做解药，失败了，毒更重。哎呀，师兄辛苦啊！等我好了，请你吃饭啊，我自己下厨。哎，别，这就不必了啊。行，我先休息会儿。哎，都认识了吧？那我就开门见山吧。今天有人在院里设局想杀我。范闲救了我。是影子动的手吧？我看见了。你认错了。我老了，以后范闲可以接我的班。
你们多照顾。范闲才入京都不久，人都没认全呢。人可以慢慢认呐，我现在又不退。院长，监察院乃庆国最重要的地方，不是谁都可以接手的。属下以为范闲没有这个资格。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我不是来征求大家意见，我只是通报一声。我觉得挺好，别的地儿不管，我们三处一定支持小师弟。最后再说一遍，这事儿定了，不改了。有谁不服，找机会杀了我就是。散了。院里这些年风风雨雨，我本来觉着将来是你接替院长。院长今日这决定，确实让人心寒。严若海，有一点要说清楚，我不是要争权，我诸葛没能力坐那个位子。我明白。你不明白，我所做的一切皆以庆国为重。我知道，今日那些刺客的尸首我都看过了。都是胆大包天的。对，其中有好几个人最近和你交往甚密。刚才你怎么不说？严若海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？我和你一样，一切决定都是为了庆国。为什么？你问的是什么事儿？监察院交到我手上，是影子自作主张要试探你，这样也好，可以把事情说清楚。诸葛说的没错，我还没这资格。监察院是你母亲一手创建的，这些年我一直替她守着。这个院子，终究我要还给你。时过境迁了，时间过了，初心未改。鸿胪寺去过了吧？是个好事。大战后，谈判求和是国之大事，用心做。我明白，你就好好的干。有什么不顺心的就告诉我，有什么人给你出难题了，也告诉我，我来帮你解决。什么事都行。什么事都行，再困难的事情，我来办。回去吧，今天累了，晚上越发凉了，知道把被子盖厚一些。你的咳嗽还没好，年纪大了，病不好好。回头我给你抓些药。好啊。天地人和，君子务劳，夜半子时。你心神不宁，
我去了宫里，若若画了太后寝宫的地图，我记住了。为何心神不宁？牛栏街刺杀是长公主的谋划。一个不觉刺杀了，反过来安慰被杀之，这不好笑吗？陈萍萍说要把监察院交给我，还说我有困难告诉他就行。有什么人给你出难题了，也告诉我。我差点把长公主的名字说出来。论杀人，我比他强。要杀长公主吗？毕竟是婉儿的母亲。要杀吗？长公主是权势重过生死，把她扳倒，赶出京都，会让她比死更痛苦。这我不会，我自己来。随你。说，闯后宫偷钥匙的计划也要缓缓，得找个更好的时机。你来定。说，你知道吗？监察院那个影子，武功很高。知道。他是大宗师吗？9品上。庆国不就那么几个9品上？说，你见没见过影子长什么样？没有。说，你知道吗？我今天去了趟监察院地牢最深处，那下面关了个人，特别恐怖，人身都用铁链锁着。请。大人是副使，坐这儿。好。辛大人，我从未与敌国谈判过，有点紧张，不知一会儿该说些什么。别紧张，两国舌战就是谈判啊，最重要的就是要注意言辞，就是说话啊，自当雅量，就是要懂礼貌，要客气啊，这就能彰显出我大国之气量。哎，反正待会儿啊，你什么都甭管了，就听我的吧。哦，好吧。我兄师所占1州之地，绝不可能还你们。那是我国疆土，你国疆土，你国疆土，想要回去，派兵来打呀！要不这么着，我先宣布一下，谈判暂停，等两国打完了以后再继续谈，你干不干？你粗鄙！尔等的嘴脸我早就看出来了。说的可是真的？那当然了，听我细细道来。来，张兄，这边请，到我府上详谈。这家酒馆的招待小特别多，我来过。小二啊，哎，来了。小二啊，来，给我换个曲子啊。好嘞。好。范大人，这个午后呢，咱们还得接着谈啊，所以呢就不饮酒了。哎，这曲子对了，最适合我等读书人。辛大人，刚才谈判是否过于张扬了些？
就是强势。不是大国气象吗？哎呀，将士们出生入死，赢了，我们不强势，对不起这些兵啊。好茶，气象有远兮，扶摇登霄，其为空静兮，潜藏于鞘。我大军所占一州之地，不可能还，而且你们还要赔付我大军开拔之资，这还怎么谈下去？本来也没什么好谈的嘛。辛大人，此次谈判，我方条件绝不会让步。你是突然疯了吗？这张纸条上有个新消息，我方的条件都写在上面，诸位可以先看看，咱们明天再谈。你也查查消息的真伪。这下糟了！这是北齐刚送来的密折。院长，您找我。有件事你必须要知道，冰云被抓了，北齐锦衣卫干的，沈仲亲自抓的人。人还活着吗？活着。北齐要当他做谈判的筹码，他们要什么？首先要拿回这一州之地，其次要归还战俘，还要给他们北齐死去的兵丁发放抚恤。最可恨的就是这最后一条，他们要用萧恩和司礼礼换回严公子。萧恩啊，监察院地牢里关着那个。没错，那可是北齐的盖世魔头啊，曾经和陈萍萍齐名。那时候陈萍萍率黑旗千里奔袭，以双腿的代价才把他给抓回来。这样的人物要换回去。说的是啊，不过这次国战多亏了严冰云打探军情，传送密报，咱们才赢得那么顺利。更何况他还是监察院严若海的亲儿子。不还，打下的疆土不能还，打下的疆土不能还。其实他们真想要的是萧恩和司礼礼。萧恩不得放，此人归齐必将疯狂报复。作为全国子民，我不能接受。不是放，是换。换冰云回来。我连夜北上，潜入北齐国都，设法救回犬子。此时北上救人比登天还难。作为一个父亲，我必须如此。换不换不是你来定的，学长，也不是我。此事只有一个人能定夺，
侯公公在，马上让监察院放人。陛下。另外，告诉鸿胪寺，朕打下的江山一寸都不放，其他的条件。萧恩不能放啊！严大人，陛下有口谕。陛下知道萧恩是怎样的人，监察院能抓他一次，就能抓他第二次。严冰云忍辱负重，潜藏在北齐国都，呕心沥血。朕都知道，用一个快入土的老头子换回我庆国的未来，值了。严大人，还有你们，陛下还说了，要严公子活着回家。臣明旨谢恩。谢陛下圣恩。范闲，把提词腰牌给我。给我。范闲，我们会再见的。陛下，鸿胪寺与北齐那边已经商谈定论，东夷使团那边也已经将礼物悉数转交，准备离京了。虽有波折，鸿胪寺办事还算周密。传旨，明日启年殿设下夜宴，君臣同庆。是。但慢着，让北齐和东夷使团陪坐。快去！奴才明白，定会办好。明日夜宴，百官云集，北齐朝臣、东夷使团欢聚一堂，可谓盛事。庄默涵呢？谁？我是说庄默涵，他好像没有参与谈判。确实没有。进京都以后消失了一次，之后就一直在屋内静坐看书，再无其他举动。那就古怪了。一代文坛宗师千里迢迢来了京都，结果什么事儿都没做，就为明日吃顿宴席。明日夜宴要想发生什么，转瞬之间天下皆知。院长的意思是说，庄默涵明日夜宴会有所举动。若有企图，必在明夜。那我们当如何？什么都不用做，瞧着就行。那岂不失了先手？也没其他法子。不知庄默涵意欲何为，自然无法防范。还有一事，北齐那边送来消息，犬子被擒，或是因身份被人透露。北齐密探里有人告密，不是北齐那边。你的意思是说京都？是京都有人把他卖了。冰云潜伏北齐，此乃绝密，除了陛下以外，只有我们监察院的人知道。难不成是院里有人卖国？为什么不能？
院长，属下以为当立即彻查此事。不必了，这是心腹大患呐！此事到此结束，不必再提。是。监察院成立这许多年，光阴流转，昼夜时刻，有些老东西也该换了。爹，找我。回来了，来坐。黄楼寺的谈判告一段落了，明日上殿去稳这些，啊。您说的是明日晚上的夜宴？嗯。这顿饭有什么不对吗？天下皆知，文坛泰斗尽在北齐。早些年，读书人甚至以北齐科考高中为荣。今年虽好些，但要说到文人，我庆国总是略有逊色呀。如今庆国文坛把希望都放在你身上。我？文坛？前些日子你写的那首《万里悲秋》被我朝文人评为当世奇言第一。哎呀，私底下很多人在说，这年纪就有如此成就，将来未必输给庄墨涵。我就写了这么一首诗，这也太草率了吧？一首诗是少了些，只是我朝盼文韵，如求甘霖。司马也当活马医了。那你就是那司马。所以明天晚上，所有人就在那儿看着我和文坛宗师庄墨涵的见面。哎呀，也不是让你语出惊人，你只要行止稳健，这就够了，啊。明天晚上您去吗？哎呀，明天设宴是为了鸿胪寺和礼部准备的，我以户部侍郎去做什么呀？别慌，我只提你一句：庄墨涵何等身份，怎么可能真与你这小辈为难呢？明日夜宴，范闲议之，烦请庄先生会此子声明。你挂了红灯笼。说。这么多年了，我就一直特别好奇，你到底是能不能看见？怎么我挂个灯笼你也知道，连什么色儿都知道？我很难解释，我能知道这一切，但不是靠看。心眼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说。说，我觉得你一直这么神秘，谁要是敢惹你，一定是自寻死路。咱们话归正题。明日夜间，皇室在启年殿设宴。启年殿，跟王启年有什么关系？跟谁？王启年。说，我觉得你不只是神秘，怎么最近思维也这么跳跃了？思维？
我觉得祈年殿跟王启年没什么关系。好吧，说正事儿啊。明日宴席主要是为了庆祝北齐一役尘埃落定，也算是件盛事。哦，你就不问问我为什么要找你过来？我不问，你就不说吗？你说的好有道理啊。好，明日宴席散后，咱们夜闯后宫。决定了。一场盛事过后，正式松懈之时。好，计划不变。我引开洪慈祥，你入太后寝宫，找到钥匙。还有最后一个问题，我不知道太后会把钥匙放在哪儿，所以藩长需要花些时间。他枕头下床板处有一处暗格，紧要东西都在里面。你怎么知道？小姐当年翻过。老娘为什么要翻太后的暗格啊？老太太寡居多年，看上去一本正经，不知道私底下会不会藏些情书。这是小姐当年原话。他就为了看点八卦，就去翻当朝太后的家底。虽然我不知道八卦是什么意思，但你说的没错。没人发现吗？是我替他把的风。你笑什么？千言万语，一时不知如何形容。形容什么？唉，先不管这些。总之，最大的难题，老娘当年已经帮我解决了。现在，只要确定钥匙在哪儿，我十有八九能拿出来。盗走钥匙，老太太怕会发现，放个赝品回去。你没见过正品，怎么事先做好赝品？这个我有办法。好，明日夜里，在这儿等我。好像有人来了。我约的。你约了人？大人，进来吧。深夜叫我前来，是有何吩咐？有个事儿想问你。大人，请问。祈年殿跟你什么关系啊？应该没什么关系吧？那就对了。什么那就对了？没什么。自己做。嘿，大人不必客气，我站着就行。大人，我听说您在鸿胪寺威震北齐使团，为庆国立下了丰功伟业。明日我会参加夜宴，大人英姿勃发，败将入相，指日可待。这银子是给我的。是，谢大人。哎呀，大人，您下回再赏我呀，您赏我银票，银票好藏些。然后我要夜闯后宫。大人，您说什么？我说我要夜闯后宫，然后潜进太后的寝宫，偷一把钥匙出来。当然了，为了避免老太太发现，还要连夜做一把赝品放回去，大概就这么个计划。您这是开玩笑呢？没有啊，您当真要做此事？是啊，这可是灭门的罪过。应该吧？那这事儿你为什么要告诉我呢？我刚才说了呀，我得连夜做一把赝品钥匙，得找京都最好的锁匠。我对京都又不熟，得找个人面广的。你呀，此事要是把我牵连进去，那我也是死罪。哎，你就帮我找了个锁匠，做了把钥匙，别的什么都不知道。是啊，那你就光跟我说找个锁匠，对吧？你干嘛要跟我说那么多呀？我本来也想这么说的，但是不行啊。明天，你得在皇宫外边等我。大人，你就不怕我告发你？你就这么信任我，把你的身家性命都交到我手上？我当然信任你了。你是个聪明人，你应该知道，帮我只是冒点小险，害我才是死路一条。此话怎讲？你也知道陈萍萍怎么对我。院长待你如子侄，所以呀，
如果是我告发你，害你性命，那院长他一定把我给千刀万剐了。我就说你是个聪明人吧。那你干嘛不让大人帮你这个忙？哎，有些事儿大人物做反而不方便。我还能说什么？随便你啊。我认识个好锁匠。好，让他明天晚上等我。好。从今往后，你每月俸禄再加10两。这可是抄家灭门的买卖，你就加10两，你不觉得他有点少？要，要。下回给银票。什么时辰了？未时了。祈年殿那边布置上了？是，一早就开始布置夜宴的事。给我安排个位子。只是为鸿胪寺和礼部办的，并不是什么大事。安排吧。是。啊，都等不及了。问过了，祈年殿夜宴有10左右可以入席。殿下，您如此这般吃喝，宴席上又怎能吃得下去啊？这样的宴席，就是喝酒唱赞歌，怎么可能吃得饱？也是，这样的酒席也是走走过场。殿下，您实在没必要特地去。范闲出此的差事办成了，我自然应该当面祝贺他一声啊。这范闲不是已经入了太子门下吗？谁跟你说的？不然太子怎么会让他去和北齐使团谈判？范闲这样的人物，太子收服不了的。我跟范闲相见不多，却如遇知己。范闲啊，性子跟我一样，不是甘居人下的。殿下立于此处多久了？也有半个时辰了。殿下怕衣服上了褶皱。什么时辰了？回殿下，已经有时了。摆驾祈年殿。是。庄先生，车驾已备好，可以出发了。东西我来帮您拿着。大人，锁匠那边说好了。好，喝酒去。范大人，哎呦喂，辛大人，真是有缘，确实有缘。哎，范大人怎么不穿官服啊？哎呀，不就吃个饭吗？我又不是什么大官。哦，那好，那待会儿我得多敬您几杯啊。二位大人，循例盘问，若是有什么利器，可不能带入殿内。赴个宴还带什么利器呀？哎，范大人，你听，这个礼乐就是礼部准备的。针算吗？钢针这么长？哦，不行的。稍等啊。现在没了。哦，辛大人，
咱们走吧。我被刺杀过，谨慎了些。哎，对，该谨慎，谨慎是对的。毒药能带吗？毒药？不行不行不行。范闲，哎呦，殿下，这是哪一出啊？哎，别碰，我自个儿调的毒药，宴席里不让带。真不愧是飞阶的徒弟，毒得死人吗？那当然，给我一包。不成，为什么？回头陛下跟太子那边出了事儿，我这没法交代。也是，那算了。哎，范闲，这次你立功不小，前景无量，恭喜！多谢殿下。平时多走动，朝堂里我也能帮你一些。客气。参见二皇子。你是鸿胪寺的那个王辛啊，辛其物。辛其物。我记得你是太子门下的哦。都是朝臣，都是朝臣。以后在太子那儿待的不好了，就到我门下。啊，应该是没有。这下确实没有了。哎，别乱碰啊！这里边好几个，我自个儿都不会解。辛大人，哎，想什么呢？你说这宴席二皇子干嘛来了？那自然是为了拉拢像辛大人这样的盖世奇才啊！哎呀，范大人又拿辛某说笑。那二皇子明明是拉拢您，他怎么会拉拢我呢？啊！太子殿下，太子明鉴。啊，辛其物对太子绝对是忠心耿耿，绝对不会改换门庭的。太子殿下，我作证，刚才二皇子确实有所拉拢，但是辛大人是忠贞不二，确实没答应啊。对。多谢范大人慷慨之言。跟我客气什么呀？放心，殿下没那么小气啊。是。哎，不对呀，范大人。刚才二皇子说那话明明是拉拢你呀，那怎么现在反倒是让您帮我撇清关系啊？都一样，可不一样啊，大人。你这贼子可还有脸再见我吗？啊，你哪位啊？岂有此理！当日行凶伤人，你居然在这儿装不认识我啊？郭少，哎呀，好久不见！你看你这伤好的也差不多了，真好啊！你居然敢把我给忘了！慎言，你这话说的好像怨妇。你这个恶贼，你做的那些事情，我都在心里记着呢。越发的像了，你来干嘛？他来干嘛啊？我乃宫中编撰，家父礼部尚书，我为何不能来？能来，马上上菜了啊！郭少入座。休要得意啊！范闲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今天就要亲眼在这个地方，我看着你万劫不复，身败名裂。闹！父亲，这是什么场合？回去坐着。是。犬子无状，而请小范大人海涵。你又是哪位啊？这位就是礼部尚书郭攸之郭大人。哦，原来是尚书大人。大人放心，令郎顽皮可爱，我完全没有生气啊。
别左顾右盼了啊！这边是咱们的座儿啊！来，这边，咱们这边，来，走啊！哎，走，哎，范大人，走，范大人，郭宝坤也是太子门下，我看二位还是和解了吧。我倒是没事，你看他一眼。慢慢就解开了啊！大人，你真把这打了？哎，这话怎么说的？在下自小熟读圣贤之书，一向克己复礼，怎会打人？那头几天在当街还杀了个北齐高手呢。这酒不错。是，不错。老谢啊，那儿还空着2个位子，给谁的？估计是给东夷城和北齐2位大将准备的。北齐来了个文宗庄莫涵，东夷城来了谁？这个东夷城，范大人，没事吧？此人为何持剑入宫？四顾剑门下，向来都是剑不离身，陛下特准的。四顾剑门下，他就是大宗师四顾剑首徒云之兰。云之兰，当日你在街头杀的那2个女刺客，就是他的弟子。这次东夷城派使团来到京都，也是为了此事。他卖酒吗？这个倒是没听说。大人何出此言啊？听着像酒的名字。像吗？范大人，长公主唤你过去，有话交代。凑近些。这几日，我一直在等你来杀我，怎么也没个动静。殿下莫急，随时给您个动静。你若发誓效忠于我，我可将婉儿嫁与你，内库财权也给你，还有更多你想要的。那我要是想要你滚出京都呢？北大的愿望，一定要试试看。臣定不辜负公主期许。嘿，范闲跟姑姑倒是相聊甚欢，不知道在聊什么。赌什么？拿命吧。太子殿下，恕罪。好啊。庄莫涵到了。
你还从未见过庄先生吧？或是天数，北齐出了这么一位文坛大宗师，数十年来视经著文，著作等身。从某种角度讲，他比帝王还要强大。文道传承，在于一身。老爷子也不嫌沉。若是让读书人听到，定会骂你不尊圣贤。我怎么会承认这话是我说的？我听说有人将希望托付在你身上，期盼你终能成就文坛大家的身份。公主想必不会这么期望。好了，庄先生到了，宴席也该开始了，你也归坐吧。臣告退。机会我给你了，是你自己不要的。陛下驾到！这边。đứng身吧。谢陛下。陛下已经到祈年殿了。今日论职的宫女太监禁卫都查过了吗？都查过了，都是家世清白，没有可疑之人。进殿之人有没有行迹诡异的？有。范闲，据禁卫处报，他到祈年殿时身上带了短刃和毒药。庄墨涵那边呢？庄墨涵只带了一卷旧纸上殿，我的人借机碰我了，里边没藏东西。我觉得庄墨涵也不是一个习武之人，应该闹不出什么大事吧。云之兰持剑上殿的，是。但是云之兰师从四顾剑，跟庄墨涵应该不会有什么瓜葛吧？云之兰如果要是出见弑君的话，谁来阻拦？洪四祥，洪公公就在殿外。上山！洪公公，是只夜枭。国少。范协律，范大人叫你呢，叫我啊，叫我什么呀？你是太常寺协律郎，这是官名儿。陛下，你见朕几次都没跪下过，这次以为你还会站着。那岂不是要犯了众怒？
看你的眼神里恍恍惚惚，你还挺贪杯是吧？回陛下，场面如此之大，臣难免有些紧张啊。云之兰，你的那2个徒弟，就是他杀的。我知道。别看他年轻，可有点本事哦。杀我才算本事。四顾剑的徒弟，就是有点傲气。朕体会到了。范闲，鸿胪寺传来折子，说你这次差事办得不错，大战由你而起，也由你而终。朕不想当众赞扬你什么，来，陪朕喝上一杯。范协律，请留步。陛下，儿臣有话想说。说。范闲除武勇之外，亦是文采照人，儿臣便对其诗才赞叹不止。近日有听闻，与北齐谈判时不卑不亢，进退有度，堪以大用。直接说。来年春闱，不如由范闲主持科考，少年才子提点天下生源，载入史册，或是一段佳话。范闲虽有诗名，但是终究资历尚浅啊。陛下，范闲资历虽浅，才华难掩，儿臣附议由范闲主持春闱大会。离春闱还有些日子，到时候再定吧。你们都下去吧。陛下，这位少年郎便是范闲吗？庄先生也认识他，读过他的诗。此人虽然年少，倒有些诗才，庄先生要多多提携后进哦。老夫本是齐国之臣，庆国政事本不必多言。可这春闱考比，乃是天下读书人立身之根本。选择主事之人，当谨慎为上。庄先生说的极是，春闱的事儿，确实应该慎之又慎。张先生学贯古今，我一向是佩服的，但刚才的话却不敢苟同。我虽是一介女流，见识浅薄，却也读过范闲那篇七言。此人是很年轻，但仅凭这首诗，便可看出才气逼人。先生刚才的话，隐隐针对范闲，莫不是担忧少年郎后来居上，将来名声盖过先生？在座诸位都是古公之臣，名学大家，自然不喜口舌之争。本宫不识礼数，却愿意为我庆国才子说句公道话。是说那首七言诗吗？正是。敢问先生，有哪首诗能胜过范闲这篇七言的？林睿，殿前休得无礼。庄先生海纳百川，对此等言语不必在意。
风急天高猿啸哀，楚清沙白鸟飞回。无边落木萧萧下，不尽长江滚滚来。万里悲秋常作客，百年多病独登台。艰难苦恨繁霜鬓，潦倒新停浊酒杯。真是一首好诗，我写了一生的诗，就没有一首能与之相提并论的。这么说，庄先生是甘拜下风了？这诗的前4句是极好的，可世人都说，这诗中最精华的是后面4句。后4句自然是绝句。唉，可惜呀，那不是范先生所写。这诗是范闲抄袭的？是。朕也觉得好生奇怪，他哪儿来的这么大的才呀？范闲，你有什么话要说？庄先生爱说什么就说什么，反正庄先生德高望重，空口无凭，说话也算数。陛下，儿臣可以作证，范闲这首诗是在靖王府诗会所作，当时宫中编撰郭宝坤也在场，可为人证。郭宝坤在吗？臣在。这首诗是范闲做的吗？是。这么说，庄先生是蓄意构陷了，或是被什么小人蒙蔽，所以才有此误解。说来也凑巧啊，这首诗的后4句，乃是家师当年由于停舟所作。本来，这样的佳句重现天下是件好事情，但范公子却以他人诗作邀名，这不太妥当吧？文人立世，德重于才。这首诗的前4句，范先生文采斐然，自有过人之处，那又何必去贪名求进，要以他人之作邀取声名呢？我再三的犹豫了，是否将此事说破？可仔细的想想，要说出真相，却也是帮了范先生迷途知返。所谓不破不立，从新立德养心。范公子啊，这也是老夫一片爱才之心，并无恶意，望范公子自省。范闲，有话可说。庄先生，令师可是姓杜啊？家师不姓杜。那就没事了。庄先生素有尊师重道之名，想来不会以老师之名胡乱攀扯。但人心难测，眼看后学晚生，声名鹊起，心怀不甘，胡乱编造，毁人前程，也未可知啊。长公主，你这是怀疑老夫道师之名，构陷后晋？不敢，只是我庆国与北齐不同，注事首重律法。先生若要指人以罪，空口白话却不足以为凭。长公主说的有道理。请看，这是当年家师亲手所写。
这算不算得上是评剧啊？确实是这4句。陛下，陛下，范闲欺世盗名，无耻之尤，如此这般行径，真是将我朝文人的颜面都丢尽了。恳请陛下，将这文贼革去功名，逐出京都，今生永不录用。郭少，既然我丢尽了庆国的脸面，为何你如此欢喜雀跃？胡说！我这是愤慨，我这是不耻与你为伍。庄先生要在殿上辨真相，郭少何时知情的？自然是刚刚听到。那为何我今日一到启年殿，郭少就言之凿凿说今日便要看我身败名裂？不知是郭少掐指能算，还是说早就跟庄先生暗通款曲了呢？一派胡言！暗通款曲可以用在这个地方吗？啊，好了，什么时候了，还讲究用词？陛下，犬子与范闲素来不睦，二人争执，倒也无碍大局。如今关键在范闲这首诗里，既是抄袭他人诗句，则理当重罚，否则难以平息天下悠悠众口。还是尚书大人厉害，一句话说在痛处。秉公直言吧。庄先生，你说的没错，这首诗是我抄的。范先生，知过而直言，是谓勇也。范先生经过此事，必成大器。您先别忙着夸我了，庄先生，我替我自己抄诗，你替你老师抄诗，咱们俩也算是半斤八两。说起来，你还不如我来的直爽。这首诗乃是少陵野老诗圣杜甫，跟你老师半点关系没有。庄先生替令师欺世盗名，还真是尊师重道的典范。诗圣，你说这位诗圣何朝何代的人物？既是诗圣，可曾青史留名？
史书里没他。哦，是这样。因为他的诗属于另外一个世界，一个有着千载风流、文采耀目的世界。难不成他是传说中的仙界？笑吧，笑吧，跟你们这儿比起来，说是仙界，毫不为过。你去过吗？那是我梦里留下的画卷，是我残留的记忆。范大人，你的意思是，你在梦中游历仙界，还背了首诗回来？陛下，范闲所言过于离奇荒谬，如此狡辩，实属欺君，请陛下圣裁。庄先生啊，你老师做的诗多吗？家师注释良多。那不为人知的也多吗？识海勾陈，少于人知的，竟是刚刚展示的那一首。哼！谁说我梦里只背了一首？来，莫来！范公子，若是要作诗，老奴都得愿为你抄录。范大人是想临时再做2、3首诗，证明都是从仙界看回来的？你不知道，那段记忆就如同刀刻斧凿一般刻在我的脑中。我看过的每一个字，读过的每一本书，都记得丝毫不差，历历在目。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哼，怕是气急败坏，已然开始胡言乱语。哼！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。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。春花秋月何时了？往事知多少？问君能有几多愁？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？我欲乘风归去，又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。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间？醉里挑灯看剑，梦回吹角连营。800里分麾下炙，50弦分塞外声。沙场秋点兵。在天愿为比翼鸟，在地愿为连理枝。莫愁前路无知己，小乔
天下谁人不识君？三春月照小楼千鸟飞半，双栖万物墙角数枝梅，月明中哎，最美者要事权贵，国破山河在，城春抽刀断身，感时花溅泪，恨你。志士仁人，今夕身无彩凤双飞翼，身有灵犀枪管悠悠双满地，花马千金裘，呼儿将出换美酒。广厦千万，大治天下寒归去，欢颜哀鸿生虚，现长江之无中。高处骰子安红豆，山无陵江水天，东北深圳下雨，西出阳关高无故人。天上宫阙，人生自是有情趣，万姓人宗命。10年生死，曾伴浮云归晚醉，不知凄凉不思量。今夕千里共时光，知己催人老，化气为父纵使相逢，泪滴春山，马家不是流水。春宵一刻千字文，花有清香，月黄海滩头，说火不红，笑死寒江阳里看人生自古谁不死？天三月下手取丹师，赵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。念天地之悠悠，徒怆然而涕下。过百了吗？哎呦，花公子早就过百了。那就这样吧。这世上哪有什么仙境啊？哼！若没有仙界，这些诗句又是从哪儿来的？那肯定是他自己写的。就算这些诗都是他自己写的，就算他写了千首万首，也不能证明那首七言他不是抄袭的。随口吟诵便是千古名句，这样的人何必去抄？又怎屑去抄？著经释文，我不如你；背诗，你不如我；做文坛大家，我不行；做人，你不行。我醉欲眠，君且去。去你妈的！快快快，来，醒酒汤放桌上啊，放这儿，放这儿。对对，去把那个枕头给我弄松软点儿。他喝了那么多酒，可别睡落枕了。虚话不便，宫墙外等。我你今儿都醉成这样，咱改天吧。来了来了，小哥这个干啥了？哎，来了，快快快，扶床上，扶床上，小心小心啊！
慢点儿。哎，给盖上，快快快，小心，盖上。有劳你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有劳。我来照顾哥哥，你们先回去休息吧。这么多下人呢，哪用得着你亲自动手呀？哎呀，至于的吗？行了，干嘛大惊小怪的呀？谁还没喝醉过呀？你知道你哥在宫里做了什么吗？什么？成神了！啊！陛下亲自下旨，让宫里护卫护送小范大人回府里。陛下还说了，千万要照顾好他。这位爷，现在可是咱们庆国的宝贝呀！言重了。哎，可没说中啊，范大人，你是不知道啊。小范公子今夜醉酒成诗，真是把店里人听傻了，看傻了。好些人私下里说，这可真是诗仙下凡呐！哎呀，你看看你哥范闲啊，人家多有出息，你呀你就知道睡觉啊！你跟你哥学学啊！他不是也睡着呢吗？让他们出去。你跟他能一样吗？还睡？天色不早了，你们先回去休息吧，我照顾哥哥。还休息什么呀？这都成神了，得好好照顾着，煮点夜宵，万一一会儿醒了想吃呢，快去！哎，赶紧的！行了，都走，哥哥要休息了。哦，快走快走，下去，让他好好休息，轻点轻点啊！哎呀，该走了，让你哥好好休息，快走。早就该走。哥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庄墨涵真的吐血了。是。今夜过后，范闲就是小范实现。由此可见，庄墨涵真是在扯谎诬陷。庄大家70年声名，一朝尽散了。哎呀，都这个岁数了，一生全毁了。罢了，我也倦了，有话明天再说吧。不是吃药了吗？吃药就是为了吐出来。若若，朝中有人跟庄墨涵串通一气，今天是早就准备好的。这谁？长公主郭有芷。长公主？长公主在殿前不是一直为你说话吗？你那么聪明，连这都看不出来吗？这个女人好阴险。今天晚上我要进宫。哥，你都这样了，就是这样才没人怀疑是我。若若，你替我守住这房间，别让别人进来。我知道，只要我不死，绝不让人进门。大人，在这儿候着。说，按照之前所说，一炷香的时间，
我引开洪慈祥，你进宫拿钥匙。等等，怎么？你最好别让人看出端倪。我这身衣服和剑，都是从东夷城使团里偷的。云之兰，京都九品高手，就这么几个。我就是想让他们知道，潜入后宫的是四顾剑首徒。原来你都想好了。当年和小姐在一起的时候，经常干这种事，我已经习惯了。你自己要小心，燕小乙的剑，你未必挡得住。后宫那么大，未必遇得上。这么多诗，手都抄酸了吧？如今我抄出了文坛佳话，这是千载难逢的喜事啊！便是这只手抄断，心底也只有喜欢。陛下，可是累了？只是感慨啊！我大庆国以武立国，在文治方面远远不如齐国。这是先帝一直耿耿于怀的。如今天佑庆国，我朝出了诗神小范大人。诗神啊，我看他是两眼诗神。不过这诗写的确实还是不错。可是朕总在琢磨着，这诗是他写的吗？您是哪位呀？抱歉，误会，走错了路。走错路走到皇宫来，阁下只怕是天下第一人。家国所居，迫不得已，前辈见谅，我这就告退。这里是皇宫啊，孩子，不是你想走便能走得了的。剑门下。
燕统领，怎么了？你们方才听到什么没有？没有啊。去我宫来。是。从太平别院经历看来，燕小乙听力超乎凡俗，万一接近稍有不妥，便会警觉。入宫后不可急行，避免纵乐。燕统领，可有不妥？并无异常声响。宫里贵人养了狸猫，都胖得出奇。或许刚才响动是因此而起。你们继续巡视。是。还有一处，不可不防。不能走高处。你也想到了。抛去听力不谈，燕小乙是剑手，剑手最要命处总是眼睛。若攀高而行，虽是深夜，却未必逃得过他的双眼。王青林，大人，找那手去。就这把钥匙啊，复制一把。这不是钥匙啊，世上没有这样的钥匙，也没有这样的锁呀。被骗了。你别管它是什么，能做吗？这东西极其的神妙，
费时，只要大概样子，细处不必讲究。粗略些，粗略些，有多久？若不讲究，一盏茶的功夫。稍等一下，内急。哎，去吧。瞧什么呢？我跟你说，刚才有个怪人从这儿嗖唰砸在地上，然后踩着雨伞嗖就飞走了。然后还有个老太监从空中嗖一下就过去了，嗖一下过去了。啊，你看，地砖都碎了。这个是赝品，这个是真品。多谢。谁说它是钥匙？用它开什么锁呀？别问这么多。是。大人，你不用跟这儿了，赝品我自己送回去，然后自己回去。好，大人，这算是绝密吧？我信得过你。我是说，锁匠怎么办？你想说什么？大人，要不要除掉他？只是做把钥匙，何以至此？重金酬谢，连夜送出京都。这段时间让他别回来。你在试探我？大人胆子虽大，心肠却软。好还是不好？若是做大事嘛，自然不够狠；若是做朋友，刚刚好。哎，大人，还有一件事啊。说，既然要重金赏赐，还请大人把那重金给我。这时节我上哪儿给你找去？自己垫着。哎，大人，那你是不是给我写个条子，让我9出13进，多少让我赚点儿？滚去！哎，大人你小心啊！大人这次还算顺利，放回赝品，便算大功告成。只盼不出意外，见事躲着走，切莫节外生枝，应能无恙。长公主在里边等你。长公主，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？写情至此，叫人心伤。坐。宴席上范闲的诗，我叫人抄录了一些过来，现在看仍然是首首妙绝。先生觉着呢？是的，好诗。叹为观止。莫非这世上真有仙界之说？仙界之说虚无缥缈，我倒认为这些诗
是范公子亲自写的。一气呵成，上百家具，这岂是凡人所能？难道他真的是仙人折凡吗？如果是仙人临凡，那他是诗中之仙，就非范闲公子莫属了。我连夜叫先生来，是有话想问您。先生答应我在宴席上，要将范闲踩于脚底，让他身败名裂。敢问先生做到了吗？我今日构陷范闲，是赌上了我一生的清明。不过，输给这样的人，倒也心服口服。可是就是有一点我不明白啊，像范闲这样的诗才，长公主，您事先未曾言明，要不我也不会自取其辱吧。我也真是没想到，这孩子有如此惊人之举。这样也好。功败垂成，好在哪里？幸亏一夜之间写成天下百首之诗。若非如此，天下之人若是听了老夫那些话，都会以为他是抄袭了他人诗作的无耻之徒。他是无妨了，但是先生声名尽毁。那也总好过一生愧疚于心的。你是心安了，那我呢？我将严冰云卖给你们，换萧恩回北齐。哼，这天下有多少人知道，杀人无算的魔头萧恩，竟然是文坛大家庄墨涵的亲弟弟。我冒天下之大不韪，帮了你和你们北齐这么大一个忙，到头来就换得你一句心安。我若不是为亲情所困，我怎么能来这庆国，落入你长公主的彀中呢？回去告诉你们那个小皇帝，他欠我一个人情，放到将来总要还的。我倒有一事想不明白。像范闲这样的人才，这样的年纪，他本应是庆国未来的栋梁之才，长公主为何非要除他而后快呢？甚至于出卖自己监察院的暗探。严冰云虽然受了点苦，但是没有性命之危。至于我为什么要如此这般对范闲，我就是想看他走投无路的样子。
会不会没射中？箭头已断，还有一些碎布块，肯定中了。没血迹，会不会没伤到？我的箭，中者必伤。四散开，仔细搜。是。